YC 的软件团队只有15名全站工程师，却要支撑每年约10万份申请评估。客服邮件、活动安排和数据任务全都在持续调用 AI。但当多人共用一个助理时，谁的记忆能看，谁的文件能碰，马上变成问题。你会先问15个人怎么扛住这摊事儿？答案不是再训练一个更会推理的模型。Y Combinator 开源的 QM 英文名是 Quartermaster， 包住的是现有 agent， 它管身份、权限、工作区和运行环境，不负责替你生成业务 agent。 说白了，它更像组织级的运行底座。 YC 把 agent 用进客服邮件、活动管理和数据任务后，冲突很快露出来。一个人的上下文可能带进另一个人的请求，文件权限也可能跟着混。真正麻烦的不是回答慢，而是他分不清谁的记忆、凭证和沙箱该被谁看到。群聊里的 AI 最怕记错人，这条线过去的方向是从单机安全隔离走向多层编排，再走向标准化接口。QM 接着往前推了一步，把隔离单位从一台机器换成一个人或一个频道。频道历史里没有可核验的具体月份节点，所以不能把不存在的时间线硬补出来。这次的增量很明确，多人组织隔离，每个人和每个 Slack 频道都可以拥有自己的 Scope。Scope 可以理解成一块独立工作区，里面放着自己的记忆、凭证、视图、定时任务和沙箱。一个人的工作区不会影响另一个人的工作区，这不是聊天窗口换颜色。跟 LangGraph、Crew、AI 和 AutoGen 相比， QM 站的位置不一样。那些工具主要处理 agent 内部怎么分工、怎么调用和怎么协作。QM 处理的是组织里谁来用，从哪个入口进，能拿到什么权限。所以它不是 LangGraph 的替代品，而是更靠近运行环境的一层。QM 把底层 Harness 做成了可替换插槽，目前能接 PI、OpenCode、Codex 和 Cloud Code。 换底层 agent 时，身份、Scope 和存储不需要跟着重写，模型会迭代，组织里的权限账本不用每次重建。这也是最容易被宣传语带偏的地方。 QM 不会替你设计客服流程，也不会凭空生成一个完整 agent，它只负责让已有 agent 在组织里按边界运行，只管隔离，不替你写业务。每个 scope 会单独保存 Postgres 里的 session、memory 和 queue， 这些词不用展开成教程，实际后果就是绘画、记忆和代办不会天然混在一起。它还提供独立的 keychain 视图、cron 任务和持久化沙箱。你真正买到的是状态边界。agent 的运行时不能随便摸宿主服务器，它通过一组固定工具调用 execute， 再进入当前 scope 的隔离沙箱。依赖可以在那里持续保存，跨 session 状态也能保持一致。命令有出口， Slack、Web 和其他 API 只是入口。 API 层处理身份、策略和调度，再把请求送进对应 scope。 中央无头内核负责把入口和运行环境拆开，所以换入口不必重造整套权限系统。同一个 QM 核心可以接入 PI、OpenCode、Codex 和 Cloud Code。 用户身份、Scope 和存储留在 QM 这一层，底层 Harness 换掉后，上面的组织关系仍然保留。这能降低被单一厂商绑定的风险，但没有消除适配和运维成本。隔离不等于放权。 QM 提供 Strict、Auto 和 Dangerous 3档安全姿态。 Strict 的模式下，敏感工具调用需要人工确认，还会执行包含递归删除、防御在内的命令策略。真正拍板的人仍然是组织里的操作者。安全边界越细，运行成本通常越难躲。每个 Scope 都要依赖容器或沙箱环境，企业还要在自己的 AWS 或 Fly.io 账户里持续维护。云资源、数据库和故障处理都不会因为开源而消失。账就这么简单。到了选型环节，官方自己的表述必须放在最前面。QM 仍处于早期阶段，当前还存在 bug， 公开资料也没有披露第三方安全审计或 SLA， 所以它适合做受控试点，
不适合直接当成熟生产平台。关于 YC 内部覆盖范围，资料之间也不能混着念。公开信息提到 QM 运行在4个部门。YC 目前明确证实的是客服、活动和数据任务，财务、法务等说法没有同等强度的验证，不能直接当成事实。还有一个很具体的登录坑， GitHub 医术58里有用户反馈 OAIC 发行商域名只要包含 Slack.com 就可能被 QM 误判成 Slack OAIC。 目前只有1位用户，反馈样本很少，不一定普遍，但你部署前确实应该先核对这个判断路径。真要上手，先准备 Node.js 运行环境和 Postgres 数据库，然后用组织 Slack 初始化，再选择 Fly.io 或 AWS 作为部署目标。 Slack 接入依赖 Bolt， Web 端使用 Vite 和 Lit， 这不是下载后双击运行的桌面软件。那我只想给几个人接个 Agent， 值得部署吗？大概率不值得。 QM 更适合约10到500人的初创或中型企业，而且最好有至少1名平台工程师。个人开发者和只想快速试用的小团队，先别为他养一套云端基础设施。 GitHub 目前约有 10.2K 个 Star 和 1.1K 个 Fork， 这个热度说明很多人想研究它，也说明组织级 Agent 正好击中了工程团队的痛点。但 Star 和 Fork 不能证明 bug、冷启动、Scope 成本和权限边界已经过生产验证。开源热度不等于生产成熟度。回到最初那15名工程师，他们过去1年约有一半时间投入 AI Agent 研发。YC 的软件每年要评估约10万份申请，这种业务量逼着团队处理多人协作的身份和权限问题。QM 展示出的不是模型魔法，而是把 Harness、状态、沙箱和运维拼成一套可运行系统。工程量没有消失，只是被集中到了底座。你可能还在问，这能直接连飞书吗？现有资料只确认了 Slack 通过 Bolt 接入，没有提供飞书适配方案或改造成本。所以国内团队不能把 Slack 插件直接当成飞书插件使用，这一步需要自己评估接口和权限改造。